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家曾经市值第一的科技大佬。一周前，我发了个帖子，说当前的股价可以进场玩一波短线，因为我觉得它是在这轮科技股下跌中机会最大的股票之一。今年1月29日，微软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，营收813亿美元，超出预期，每股收益4.14美元，也超出预期。按理说这是个好成绩单，结果呢，股价盘后一度暴跌超过10%，市值单日蒸发3500多亿美元，这是微软自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。随后几天继续下跌，截至2月11日，微软股价在413美元左右，距离去年4月的历史高点555美元已经回撤了25%以上。超预期的财报为什么换来暴跌的股价？今天咱们就来拆解一下华尔街到底在担心什么。先看财报，微软这个季度的营收增长17%，净利润更是暴涨47%，看起来非常亮眼。但这里有个技术性问题，这47%的净利润增长里包含了一笔100亿美元的一次性收益。这笔钱从哪儿来 ？OpenAI 2025年10月 ，OpenAI 完成了重组，从原来非盈利控制加封顶盈利的结构，变成了公益性公司 PBC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。别被公益2个字骗了，这个 PBC 本质上是个可以盈利、可以上市的正常公司制，只是法律上要求它在追求利润的同时，也要兼顾社会效益。这次重组改变了微软对 OpenAI 的会计处理方式。以前微软按照 OpenAI 的当期盈亏来确认投资收益，现在改成按照 OpenAI 的估值变动来确认。这个季度 OpenAI 估值涨了，微软账上就多出了1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。这笔钱并没有真金白银的流进微软的账户，纯粹是账面数字。把这100亿美元去掉，微软调整后的净利润是30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3%，依然不错，但远没有账面上那么耀眼。再看微软云，微软智能云部门这个季度营收32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9%，其中 Azure 云服务同比增长39%，听起来很强劲，但上个季度 Azure 增长40%，这次反而慢了1个百分点。更关键的是，微软给出的下个季度指引 Azure 增速预计在37%负38%之间，又慢了。华尔街最怕的就是增速放缓，尤其是在 AI 这个赛道上，大家期待的是加速，不是减速。核心担忧的第一点，资本开支失控，回报看不见，375亿美元。这是微软第二季度的资本开支创历史新高，同比暴涨66%。按这个速度，微软全年资本开支将超过1500亿美元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特斯拉2025年全年营收也就1000亿美元出头，微软一年花在基础设施上的钱比特斯拉一年赚的钱还多。钱花在哪儿了？数据中心、GPU、CPU 全是 AI 相关的硬件。CEO 直接摊牌说，公司单季度新增了近1吉瓦的总算力容量。问题是，这些钱花的值不值？我们来算笔账，微软第二季度资本开支37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66%，但 Azure 云服务收入增速只有39%，而且还在放缓。收入增长跟不上投入增长，这是个危险信号。更严重的是，微软云业务的毛利率在下滑，从去年同期的70%降到了67%。CFO Amy Hood 明确表示，下个季度毛利率会进一步降到65%左右。收入在涨，但利润率在跌，说明微软烧钱建了一堆数据中心，买了一堆 GPU， 但客户还没准备好为这些能力付费。打个比方，你开了个餐厅，预期客流量会暴涨，于是疯狂扩张，租了3倍大的店面，雇了10倍多的员工，结果客人确实来了一些，但远没到你预期的程度。店租、人工、食材，每一项都在吃掉你的利润。微软现在就是这个状态。投资者最担心的是，这场 AI 基础设施的军备竞赛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回报？如果 AI 需求增长不及预期，这1500亿美元的年度投入什么时候能赚回来？没人知道答案。核心担忧的第二点， Azure 增速不达预期，产能去了哪儿？华尔街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当分析师们给出正式预期之外，还会私下传递一个更高的心理预期，业内叫 Whisper Number。Azure 这个季度的正式预期是39.4%左右，实际增长39%，基本符合。
但很多机构心里的预期是40%以上，差1个百分点听起来不多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意义完全不同。市场期待的是微软每个季度烧掉375亿美元 ，Azure 的增速应该加速而不是减速。结果呢 ，Azure 增速从上季度的40%降到这季度的39%，下季度指引是37%负38%，这是个明确的减速信号。微软给出的解释是产能受限。CFO 在财报电话会上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：如果我把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新增上线的 GPU 全部投向 Azure， 那么 Azure 的增速肯定超过40%。意思很明白，新增的算力资源没有全部分配给 Azure， 那去哪儿了？一部分给了 M365 Copilot， 一部分给了 GitHub Copilot， 还有一部分用于内部研发和大模型训练。CEO 解释说，公司要做长期优化，不能只盯着 Azure 一个业务。Copilot、GitHub、安全产品，这些都是增量业务，都需要算力资源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但投资者不这么想，投资者的逻辑是，我看中你的 Azure， 因为 Azure 是微软云业务的核心，是直接变现的主力。你现在把新增产能优先分配给 Copilot， 这种渗透率只有3%的产品，是不是本末倒置？Copilot 每月订阅费30美元，目前付费用户1500万。微软 M365 商业版总用户 4.5 亿，渗透率 3.3%， 渗透率 3%， 说明 97% 的用户不愿意为 Copilot 付费。你把宝贵的 GPU 资源优先分配给这个业务，到底是看好它的未来，还是因为它毛利率更高，短期内能撑住财报数据？市场开始质疑微软是不是在用 Azure 的增长来换取 Copilot 的毛利率。这种质疑直接体现在股价上。核心担忧的第三点，对 OpenAI 依赖过重，风险集中度太高。财报里有个数据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。微软的 RPO 剩余履约义务，也就是已经签了合同但还没交付的订单，达到6250亿美元，同比暴涨110%。这个数字很吓人，但仔细看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6250亿美元里，约2800亿美元来自 OpenAI， 占比 45%。换句话说，微软未来云服务合同里接近一半来自 OpenAI 这一个客户，这就很尴尬了。首先，微软是 OpenAI 的最大股东，投资了130亿美元。OpenAI 用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签了2800亿美元的合同，这是不是左手倒右手？其次，把接近一半的未来订单绑定在一个客户身上，这个风险集中度太高了。万一 OpenAI 出问题呢？万一 OpenAI 决定自己建数据中心，不再用 Azure 了呢？万一 OpenAI 找到更便宜的云服务商呢？这些都不是不可能。事实上，今年1月，微软和 OpenAI 修改了合作协议，允许 OpenAI 跟 Oracle 等其他云服务商合作。虽然微软仍然拥有 OpenAI 模型的独家使用权，但这个独家权只到2030年，还有不到4年时间。更微妙的是，微软和 OpenAI 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。去年秋天，微软 AI 部门负责人 Solomon 在一次视频会议上，直接向 OpenAI 员工提出要求，解释一下你们最新的 O1 模型是怎么运作的。这个举动在硅谷被解读为微软要自己干了。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证实，微软正在自研一个叫 MAI 的模型，目标就是替代 OpenAI 的 O1 和 O3 Mini。为什么要自研？成本。OpenAI 的模型跑在 Azure 上，但这个成本太高了，微软每年要为此支付数十亿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微软发现自己被绑架了。如果 OpenAI 涨价，微软也只能跟着涨价。如果 OpenAI 技术迭代慢了，微软的产品竞争力也会受影响。所以，微软一边和 OpenAI 深度绑定，一边又在试图降低依赖。但在投资者眼里，这就是个矛盾的信号。你到底是看好 OpenAI 还是不看好？你到底是要深度合作，还是要分道扬镳？这种不确定性，市场最讨厌。财报发布后，多家投行下调了微软的评级或目标价。法国兴业银行的策略主管 Manish Kabria 说，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微软对 OpenAI 的风险敞口。伯恩斯坦分析师认为，微软管理层是在做长期正确的选择，而不是为了短期股价表现。D.A. Davidson 分析师 Gil Luria 解释说，市场期待的是一个能持续加速碾压对手的 Azure， 但现在 Azure 不仅没加速，反而在减速。
所有这些分析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微软每个季度烧掉375亿美元，建了一堆 AI 基础设施，但这些基础设施的回报周期有多长？AI 需求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匹配上微软的投入速度？目前看，答案是不确定。Azure 增速在放缓 ，Copilot 渗透率只有3%，云毛利率在下滑，对 OpenAI 的依赖又太重。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，让投资者开始怀疑，微软这场 AI 投资到底是在下一盘大棋，还是在透支未来？说完基本面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技术面。从月 K 线图上看，有个很关键的趋势线。2022年11月最低点213.43美元，2025年4月最低点344.79美元，2026年2月5日最低点392.32美元。这3个点几乎完美的连成一条上升趋势线。微软现在股价在413美元，距离这条趋势线大概还有5%的空间。这条线就是多头最后的防线。如果跌破392美元，下一个支撑位在哪儿？很难说，可能要看到350美元，甚至更低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微软能在这个位置守住，配合一些利好消息，比如下个季度 Azure 增速重新加速，或者 Copilot 的渗透率有明显提升，股价可能会快速反弹。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目标价平均是596美元，相比现在有44%的上涨空间。问题是，这个如果能不能实现？但我们也不要低估微软的护城河。说了这么多问题，咱们也得公平一点，看看微软的优势。生态护城河依然深厚 ，Windows 操作系统、Office 办公套件、Azure 云服务、LinkedIn 社交网络，这个生态的粘性不是一般公司能撼动的。企业客户的迁移成本极高，一家公司如果用了10年的 Office 365，所有的工作流程、数据存储、员工习惯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让它换系统太难了。还有多模型策略开始显现优势。微软不只押宝 OpenAI， 它同时投资了 OpenAI、Anthropic， 现在 Azure 上还部署了 Meta、xAI 等多家公司的模型。这种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，在 AI 快速迭代的时代反而成了优势。谷歌只有自己的 Gemini， 押错了就全盘皆输。微软不一样，它可以根据不同场景、不同成本要求，灵活切换不同的模型。另外，从近2天美股的表现，大家也能看出来， AI 变现还在早期，市场资本争议巨大，但未来空间也同样巨大。Copilot 渗透率只有3%，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，说明市场还有97%的空间可以挖掘。微软只需要把渗透率提升到10%，就能新增约1.35亿美元的月度订阅收入，一年就是16亿美元。如果能做到20%、30%，而且微软还在探索更多的 AI 变现方式广告、企业定制服务、API 调用费用，这些都还在起步阶段。但是优势再多也不能回避风险。风险一，资本开支持续高企，盈利能力承压，375亿美元一个季度，全年1500亿美元。如果 AI 需求增长不及预期，这些投资的回报周期会拉得很长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是一场军备竞赛，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 谁都在疯狂投入，谁先怂谁就输了。但这场军备竞赛的终点在哪儿，没人知道。风险二，云毛利率持续下滑 ，AI 能力商品化。微软云毛利率从70%降到67%，下个季度预计降到65%。如果 AI 真的变成一种商品，竞争就只剩下价格和效率了。到那时候，微软这些巨额投资能换来多少利润？风险三，与 OpenAI 关系恶化，技术优势丧失。虽然微软在减少对 OpenAI 的依赖，但短期内 OpenAI 仍然是微软 AI 战略的核心。如果两家公司闹翻了，比如 OpenAI 决定不再续约独家权，或者直接推出自己的云服务，微软的 AI 布局会受到重创。而且 OpenAI 内部最近也很混乱， CEO Sam Altman 和董事会的矛盾公开化，多位核心研究员离职。一个内部不稳定的合作伙伴能给微软带来多大的确定性？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超预期的财报为什么换来暴跌的股价？从近期各家科技股财报后的股价的表现，我们能看出来，华尔街关心的不是过去，而是未来。微软这个季度的业绩确实不错，但市场担心的是：一、每季度375亿美元的投入，什么时候能看到足够的回报？2、Azure 增速放缓，是暂时的产能问题，还是需求见顶的信号
3. 对 OpenAI 的依赖太重，这个风险有多大？这3个问题每一个都没有确定的答案，所以市场选择用脚投票，但市场也不是没有错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必须冷静看待。从技术面看，$392这条趋势线是关键，守住了就还有反弹的机会，跌破了可能会进一步下探。从基本面看，微软有深厚的护城河，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果你问我现在该不该买微软，我会说可以关注，但别重仓。这不是一个闭着眼睛买的时候，微软的未来取决于3件事：一，能不能把 Copilot 的渗透率从3%提升到20%以上；二，能不能在保持高资本开支的同时维持合理的利润率；三，能不能在减少对 OpenAI 依赖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 AI 技术优势。这3个问题每一个都不容易回答。CEO 纳德拉说，我们仍处于 AI 普及的初级阶段。这句话既是在给投资者打气，也是在给自己留退路。言外之意是，别着急看回报，路还长着呢。问题是，华尔街和散户还有多少耐心呢？但我起码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对待这样一家基本面、财务面都良好的企业多一点耐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有帮助，还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咱们下期见。